直以来，人们都认为去一趟西藏能让灵魂得到升华，因为那里被视为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然而，很多人并不了解，百十年前的西藏才是真正最接近天堂的所在。在解放前的西藏，有一些令人惊悚的民俗，其中阿杰谷背后所隐藏的故事就令人毛骨悚然。阿杰谷也被称为人皮谷，每一面谷的制作都意味着一位少女的悲惨历史。至今，在湖北武汉的博物馆中，仍能看到排列整齐的收藏品。在解放前的西藏，人们对神鬼之说深信不疑，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下，数百上千年里，不断有人制作阿杰谷。制作阿杰谷的人皮提供者必须是16岁以下的少女，且要求她们是完璧之身。人们认为即将制成的谷是无上圣物，对少女的德与行有着极高的要求。由于世间没有那么多的哑巴少女，他们甚至会将少女的舌头生生割掉。我们来看看阿杰谷这首歌的歌词内容。她以妹妹的视角讲述了她有一个天生哑巴的姐姐，突然有一天姐姐莫名失踪，后来遇到一位老人，得到指引，同时听到鼓声，妹妹这才明白一切。原来姐姐被抓去祭祀并制成了人皮鼓。在一些古籍中也有明确记载，藏传喇嘛非常喜爱用人皮制作手鼓，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且修行多年的高僧。人皮鼓被视为他们身份的象征，他们认为这种无上圣物具有通佛、通天、通地狱、通万物生灵的神奇特性。而以上所描述的仅仅只是解放前西藏恐怖习俗的一小部分。观众们如果有机会去一些博物馆，还能看到用一根根腿骨制成的法器，这就是所谓的钢令号角。就西藏的人们认为，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悠扬，具有招神引鬼的功能。眉心骨或头盖骨也会被制成念珠，一串念珠有108颗。你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块头骨制成的，但实际上戴在高僧脖子上的佛珠是由108个不同的头盖骨精心打磨而成的，也就是俗称的嘎巴拉。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很多去藏区旅游的人会被当地人忽悠着购买这种嘎巴拉佛珠或手串，还被描述的神性十足，有着数百年的历史。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根本买不到正品，大多都是用牛骨或羊骨假冒的。话又说回来，就算真的是正品，买来就能保平安吗？所以首先要劝大家不要轻易上当，其次也不要给自己招惹霉运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从雷顿寺中出土的一件人骨袈裟更是令人震惊，它竟然是由400多个不同的新眉骨制成的，真可谓是魔障至极。而解放前西藏的恐怖远不止于此。解放前的西藏流传着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传说，其中少女的人皮做成鼓，人的腿骨做成号角这一说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。上世纪40年代，藏传喇嘛在举行某种仪式时，手中所拿的鼓就是臭名昭著的阿杰鼓，其鼓面是用被献祭少女的皮肤制成的，而左手的号角则是用人的腿骨雕琢而成。难以想象，在人们眼中被誉为距离天堂最近的西藏，在解放前竟然是一片人间炼狱。在那个时期，有一种被称为人皮唐卡的物品，它是藏传佛教供奉的卷轴画，而要制作一张得到高僧屋内所悬挂的人皮唐卡，竟然需要一位纯洁少女的皮肤。人们认为人皮具有良好的延展性，且颜料涂在上面不会褪色。同时，少女未经尘世玷污的身躯和灵魂被视为制作卷轴的最佳材料。解放前的藏区社会阶层分明，只存在3类人：贵族、僧侣和农奴。而农奴占据了总人口的90%以上，他们是贵族的私有财产，可以被随意奴役、殴打甚至交易。农奴的生命虽然是父母给的，但他们的一生都被贵族牢牢掌控。贵族们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他们还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信徒。他们会从农奴中挑选未经人事的少女，将其献祭给宗教。一旦少女被选中，贵族便会残忍地将其扒皮，制作成人皮唐卡。这制作过程令人胆寒，先是褪去衣物在身上彩绘，然后将人捆绑在木桩上，从头顶天灵盖处钻孔，再用银器将孔洞周围的皮肉剥离，最后倒入水银，使人皮完整分离。更为残忍的是，少女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活着的。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。还有那被称为扎马如的双面骨，在汉语中就是手骨的意思，它竟然是用孩童的头骨制成的。藏传佛教认为少男少女的头骨纯洁无比，是制作法器的上乘材料。而那些由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物品，也是藏传佛教得到高僧们的珍爱之物。他们相信长期佩戴这些东西可以辟邪养神，在打坐时能帮助他们进入顿悟的境界。这种鼓的鼓面同样也是人皮制成的，实在是充满了魔障。在制作过程中，那些被献祭的农奴会被活生生地从眉心割开一道口子，
然后取走头骨或人皮。为了防止他们大声喊叫，人们通常会先割掉他们的舌头，再往他们嘴里塞入泥土。而以上所描述的，也仅仅只是旧西藏的1%而已。在那宏伟的布达拉宫之下，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子，如今看来或许平淡无奇，但在过去，它却是让旧时西藏人民闻风丧胆的血监狱。这座宏伟建筑的深处，有一个阴暗狭小的房间，那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血监狱。许多人或许对解放前的西藏知之甚少，更难以想象那里曾经有多么恐怖。人皮被制成骨，腿骨被制成号角，这是多么残忍的景象。如今人们将西藏誉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也是人世间最后的净土。然而世事真的如此美好吗？在那神圣的布达拉宫之下，却掩埋着无数浓浓的累累白骨。从外表看它平淡无奇，但对于解放前的西藏人民来说，这里却是最接近死亡的地方。因为一旦进入这里，能够活着出来的人寥寥无几。被抓进来的人，首先要在第一关遭受鞭刑的折磨，而仅仅在这一关，就有超过60%的人失去了生命。下一关更是恐怖至极，血监狱中有一个专门的房间，里面充斥着无数的蛇蝎。这个房间没有专人看守，也没有行刑者，因为进入的人无一能够生还。犯人被铁链紧紧捆绑，趴在地上，在蛇蝎的侵蚀下痛苦的死去。那么，这些遭受苦难的人真的都是犯人吗？不，他们大多只是贵族的农奴，仅仅因为年纪大了无法劳作，或是犯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，就被贵族无情地扔进血监狱。在解放前的西藏，阶级制度森严，农奴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奴，一生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，始终被贵族牢牢掌控。他们的生命似乎不是父母所赋予的，而是贵族可以随意摆弄的工具。农奴被贵族支配，贵族又被僧侣支配。那些口口声声喊着上天有好生之德的藏传佛教，却让这种畸形的制度持续了数百年，而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就是他们自己。占据西藏地区90%人口的农奴们，虽然也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，却过着连家畜都不如的生活。在贵族或僧侣面前，他们不能抬头对视，只能跪着甚至趴伏着，以彰显这些高僧的尊贵地位，否则就会遭受鞭刑的惩罚，甚至被挖去双眼，丢进血监狱。在那个时代流传的法器中，有一种叫做嘎巴拉的碗，他们认为这是具有超凡法力的象征，是一名高僧的身份标识。而实际上，这个碗的制作材料就是人的头盖骨。在一些藏传唐卡的记录中，嘎巴拉出现的次数非常多，而令人奇怪的是，画里面的碗中经常会出现乳白色的东西。后来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，才发现绘画唐卡的画师将头盖骨中的人脑也画了进去，这真的是一种魔障般的行为。在1955年解放西藏后，边区的一位官员在日记中记录道，当时拉萨的一个圣地需要举办一场重大的诵经仪式，那些人居然要求贵族提供20个人骨和4根人腿，并且对于来源毫不关心，也不做任何限制。这意味着无论是从死人身上获取，还是从活人身上夺取，都被他们所允许。关于旧西藏的这些真相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了解这段历史，铭记过去，才能更好地珍惜现在。